看到暖暖认出大马奶爸后起身回应，才明白熊猫与饲养员的双向奔赴有多让人动容。奶爸的一声呼唤，像是唤起暖暖心中的童年记忆。原本还呆坐在原地的宝贝，听到熟悉的声音后，立马起身走上前。终于得到回应的奶爸则是露出了笑脸。要知道，大马奶爸上次来看孩子，暖暖时隔6年才见到心心念念的饲养员，或许是误以为自己被抛弃，宝贝一开始还有些龇牙，任凭奶爸喊破了喉咙也不肯回头多看一眼。可暖暖心中还是很挂念奶爸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再对方第二次来看自己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看。然而宝贝直勾勾目光又像是在确认。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位酷似奶爸的游客前来，正在睡觉的暖暖恍惚间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宝贝立马抬头四处寻找对方的身影，发现不是自己的大马奶爸后吊起来小珍珠，难怪暖暖这次是这么的小心翼翼。谁能想到他能和儿时饲养员的感情这么深？而暖暖之所以会如此在意，是因为他在马来西亚有一段幸福无忧的童年。以前的小家伙主打一个饭来张口，宠溺孩子的饲养员顶多就是帮熊猫剥皮，可大马奶爸直接将嫩笋切成小块，还要爬到木架上直接送到暖暖的嘴边，宝贝连动都不用，直接张嘴就行。难怪暖暖回国后连笋都是现教的。奶爸无底线宠溺孩子，导致宝贝压根就不会这个技能。事实上，小家伙上班营业也用不着动腿，因为大马奶爸会亲自抱着孩子出门，即便暖暖有时不想出门营业，一心只想在家摆烂，大马奶爸也会尊重孩子的想法，直接拿着玩偶出门代替小家伙上班，还得一个劲和游客低头道歉，足以可见暖暖大公主的地位有多么稳固。所以暖暖也从来不会伤害奶爸，即便对方近身接触，宝贝也永远是主动靠近对方。当大马奶爸向宝贝闺女伸手，暖暖也会傲娇地交出自己的小爪爪，足以可见他对奶爸有充分的信任。只可惜暖暖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，奶爸们冒雨相送，拼命往车厢塞竹子。一熊和一群饲养员分离的画面感动无数人，即便宝贝回家后也遇到疼爱他的饲养员，奶爸还是没忘记养到大的孩子，经常为暖暖送上祝福，甚至还为小家伙远赴千里来中国探望。可见马来西亚的奶爸真心对暖暖好，并不是所有熊猫出国后都会重蹈丫丫的覆辙。看到李奶爸心疼守护难受的萌兰，才发现北洞饲养员对萌儿有多宠爱。这天萌兰吃驱虫药后身体不适，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她缩成小小一团，宝贝捂着头的样子令姨们心疼不已。其实熊猫吃驱虫药后肚子疼是正常反应，可李奶爸还是为孩子捏一把汗，一直都趴在窗户上焦急观察着萌儿的情况，还第一时间找来兽医来检查身体。而萌兰也在奶爸的帮助下逐渐好转，没一会就恢复精神，还能抱着竹子大搞干饭。虽然李奶爸主要负责丫丫的生活，可他实在太喜欢萌兰，总是来陪着小子玩拔河，像个老父亲般变招法逗幺妹开心。难怪萌兰会对着李奶爸咬手手，这可是萌儿的招牌撒娇动作。事实上，时刻在意着他不只是李奶爸。身为北洞团宠的萌兰被所有饲养员宠上天，季奶爸是萌儿以前的主管饲养员，即便调岗后很少照顾孩子，可他还是会挤出时间偷偷来看好他。宝贝趴木架上乖乖睡觉的时候，季奶爸就在萌兰的背后默默陪伴着。或许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更长，老纪对萌兰是细节上的爱。当他看到这小子大雪天倚靠在铁架上，会贴心的拿来毛毯帮幺妹绑上。每当季奶爸从好蛋儿身边离开时，还特意掏出手机给对方看时间，用各种小细节给了萌儿满满的安全感。而萌兰对季奶爸也是双向奔赴的。宝贝听到熟悉的声音后，会不顾一切的狂奔到窗边找对方，还扒拉着窗户换好几个姿势，只为用最好的角度注视着心心念念的奶爸。徐老爷对萌兰是爱屋及乌的爱，因为闺女萌萌的原因，让他对这个小外孙多了一层幼崽滤镜。当他给萌儿投喂加餐的时候，看着宝贝可爱的小脸，总忍不住上手去摸。萌兰排年期不舒服的那段时间，也是他不顾危险去外场给外孙喂竹笋。这小子对老爷的亲密举动绝不会有任何的反抗行为，甚至听到对方的声音后还主动贴贴。有老爷在的地方，萌儿总是第一时间趴过去，而帅奶爸也事无巨细照顾着萌兰，不仅经常蹲在门口耐心给这小子按摩，还时不时给宝贝来个摸头杀。已经想象到奶爸如孩子时候满是宠溺的眼神，不知萌兰是不是跟帅奶爸学的。这小子看到对方后，也要踮起脚隔着玻璃窗摸摸奶爸的头。萌兰对每位奶爸之间都是双向奔赴，足以可见宝贝在北洞有多么幸福自在。小奇迹到底是怎样的宝藏男熊，竟被生意的大马奶爸看中当女婿？要知道小奇迹前段时间就被福宝在韩国的饲养员江爷爷看上，只可惜两熊是近亲不能在一起。如今生意的大马奶爸也相中了仔仔，估计王奶爸得连夜查族谱确定一下了。没想到小奇迹回国没多久，就成为各大归国顶流熊猫争抢的对象。而仔仔之所以会这么讨人喜欢，还得是他阳光开朗的性格。小奇迹一言不合就爬上大树，一到外场就开始撒欢似的肆意狂奔，毫不怯场的他还变着法整活，经常翻跟头和学习舞狮逗姨们开心，并且只要宝贝出外场营业的时候，面对粉丝永远是笑盈盈。难怪生意的奶爸对小奇迹印象这么好。
而小奇迹的魅力这么强，照顾她的王奶爸功劳绝对不小。毕竟仔仔刚回国时还不是这般开朗，怯生生的他经常躲在小角落，就连吃个竹子都没有一点安全感。奶爸看到后就变着法哄孩子，虽然不能和小奇迹有很亲密的接触，但他经常隔着拉杆亲手投喂，甚至还拿着夹子递到正在睡觉的孩子嘴边。奶爸真的将小奇迹当成自己的孩子守护，他经常在不远处观察着孩子，如老父亲般时刻注意着好蛋。这天有不良游客朝小奇迹的院子吐口水，还好王奶爸在外场守着孩子，他第一时间喊对方回家，给宝贝满满的安全感。王奶爸也看不得有人说自家宝贝的坏话，只要他听到游客恶意解读仔仔，印象中温柔的奶爸立马开启大型护犊子现场。好好的说话啊！王奶爸也很照顾小奇迹的情绪。这天宝贝不知为何生起来闷气，宝贝独自一熊猫气呼呼的坐在外场，以前笑眯眯的小脸都变得皱皱巴巴的。王奶爸看到好大儿肉眼可见的不开心，便第一时间去外场看望，可见仔仔在他心中有多么重要。正因如此，恃宠而骄的小奇迹才能无所顾忌的做自己。宝贝不需要做懂事的孩子，而是化身调皮的熊孩子，整活捣蛋。这小子昨天晚上偷偷行动，直接使出洪荒之力弄歪一棵超大的树桩，还把树上的保护膜拆下，没一会把自己的家弄得一片狼藉。不过一向聪明的仔仔知道奶爸会帮自己收拾，才这么做的。只能说小奇迹调皮绝对是惯出来的，是王奶爸的宠爱让宝贝释放天性，成为古灵精怪的小熊。难怪小奇迹这么讨老丈人们喜欢。看到萌二轻轻咬住奶爸投喂的红枣，才发现一向懂事的他有多么暖心。这天黄连奶爸来给二小子投喂蜂蜜红枣，尽管萌二高兴坏了，但仍小心翼翼接过美味，甚至每次张嘴都刻意收牙，生怕自己锋利的牙齿伤害到奶爸。事实上萌二远比我们想的还要贴心，当做抽血检查的时候，两位奶爸轮番伺候好蛋儿扎针，宝贝全程都不会反抗，还放心的积极交出自己的熊掌。即便是黄连拿着刷子给宝贝上药，萌二和奶爸胡闹一会，还是会化身乖宝宝，一本正经的配合对方。有时候黄连奶爸还没来内场，二小子就已经乖乖做好提前等对方的到来。要知道收猫一向是饲养员最头疼的，可萌二却永远是个例外。这小子像是有生物钟那般，每天都会提前坐到门口，像极了等待家人接自己回家的幼儿园小孩。饲养员接孩子的时间偶尔会晚一些，可萌二还是待在原地不会离开，脚麻了就活动活动筋骨，将腿放平，累了就往地上一躺，直到看见奶爸奶妈的到来他才肯动身。这天黄连奶爸来给好蛋儿投喂，因为萌二太过可爱，让他在递胡萝卜的同时都忍不住上手摸耳朵。这小子察觉到后非但不躲，甚至还主动抬头凑近让奶爸大胆去摸。然而这小子还是十足的暖男，奶妈每次给宝贝递竹子的时候都很轻松，因为乖巧的萌二会主动伸手隔着栏杆拿过来食物，压根不需要奶妈亲自动手。谁能想到他在女生面前这么有担当，即便宝贝无聊到扒着门找奶妈，可萌二看见对方冷得穿上厚外套的那一刻，还是选择扭头离开，宁愿自己玩也不愿动着自己的奶妈。当奶妈给好蛋儿投喂完小苹果后，虽然萌二已经回到内舍干饭，可他为感谢对方，还是选择折返回来对着小窗口贴贴。要知道宝贝身患螨虫眼期间受到太多的恶意，不良游客经常当着萌二的面吐槽颜值，长得怎么这么丑呢？眼睛我还长得不好看，走吧。一向聪明的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可即便如此，二小子还是对这个世界怀揣善意，对喜欢自己的粉丝朋友们温柔以待。姨姨们的一声二哥，这小子就立马冲上前和对方打招呼。二哥，就算宝贝不小心被竹子划破受伤，也会为自己的粉丝留下。无论对方说什么，也不肯回家检查身体。萌二的懂事与善良能治愈世间一切，可事事为别人着想的他却常常令姨们心疼。看见花花听到谭爷爷声音，立马起身回应，才明白他到底有多依赖对方。是爷爷。这天花宝鸡躺在小卖部睡得正香，突然听到谭爷爷喊妹妹荷叶的名字。只见他强忍着困意，立马起身，恨不得立马飞奔到谭爷爷身旁。当宝贝在内舍休息的时候，总喜欢扒着栏杆翘首以盼，等待爷爷。估计此时喊孙女的老谭也没想到，懂事的花花早就在门口乖乖等待。只要谭爷爷拿着果果来投喂花花，别看这小家伙的嘴巴动着，可心思全在爷爷身上。宝贝扭着脖子也要一个劲盯着对方看。对于花花来说，爷爷远远比小苹果重要。这天宝贝正搜刮院子里的果果，上一秒还在扒拉木桩的他，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后，宁愿放弃干饭也要屁颠屁颠朝爷爷走来。滚滚们都讨厌吃药，可花花却因为信任自己的爷爷，不管对方拿来什么东西都要抢着吃。知道的是他吃驱虫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女明星在喝小甜水呢。要知道花花有霸王花之称，一向脾气大的他对奶爸可没什么好脸。对方拿着果果讨好，也得被宝贝发了疯似的追赶不停，更别提哄这位敬业花下班回家了。可谭爷爷不拿零食引诱，宝贝孙女也能乖乖跟上对方的步伐。即便爷孙俩偶尔谈崩，也是因为这小家伙的那一些小心思。毕竟只要老谭受不了孙女磨磨唧唧，他不顾自己一大把年纪也要抱起来花花。然而花花之所以会这么黏爷爷，当然是因为对方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宠溺。当花花在外面玩弄得满脸脏兮兮的，
谭爷爷看到后都笑开了花，还满脸慈爱的给宝贝孙女抹脸。或许是为了安慰孩子，还往花宝鸡嘴里塞了好几块小苹果。花花在外场每营业时，谭爷爷也会在不远处观察着孩子，这满是宠溺的小眼神，和看自己家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虽然爷孙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但谭爷爷还是将家搬到基地的值班室，只想守在花花的隔壁，方便大半夜去内舍看望宝贝孙女。老谭投喂也不是简单的放下食物，还得训练宝贝的后肢力量，用小苹果耐心引导花花爬上木架。一向宠孩子的他，甚至还会趁机撸猫。都知道花花很喜欢上班宠粉，经常在一大早就起床去外场吃播营业。作为孙女守护神的谭爷爷，也会在一旁默默陪伴着孩子早起上班。他是6点不到他就醒了，就等到吃东西。难怪都说花花和谭爷爷是天下第一好，双向奔赴的爷孙情，谁又能不羡慕呢？